我们在家电行业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，算是完整的去见证了 RO 净水器市场逐步发展，再进入人们的生活。不管是新房装修、老房翻新，还是租房党，RO 净水器都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纳入选择里面。那我们去年的净水器选用攻略也是得到非常多的观众朋友支持。不过这期视频我们也是有些遗憾的，就是没有更精细、更严谨的去拆解我们推荐的每一个净水器，尤其是最核心、最关键的 RO 模数据都是缺失。那么这一次我们斥巨资买来我们推荐过的几款热门的 RO 净水器，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拆解，希望可以给大家的选购提供更加有力、更加可靠的帮助。本期拆机测评入选我们拆机大名单的共有6款，都是目前销量名列前茅、认可度更高的产品。接下来我们先针对它们的外观以及使用体验分别进行测试，之后再来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拆解。视频内容比较长大家也可以去跳转到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进行观看。那6款机型我们先来开个箱。先来看到主体部分，6款里面京东金灶机体体积是最大的，也是最重的。安吉尔、海尔相对小巧，米家、京东金灶、安吉尔这3款都是偏向于奶油风的整体白色设计。那米家面板是亚克力材质，容易沾到指纹，但远看也不太显脏。安吉尔比较特别的，没有盖板遮挡内芯，而美的、海尔、史密斯这3款则是整体设计更偏向于高端科技化。其中美的的线条简约，个人感觉设计更大气，弧形的造型也是极具美感的。面板材质方面，海尔的亮面面板极容易产生刮痕，史密斯面板做工较硬，不容易刮花，但是容易沾指纹。日常打理比较方便的是美的这一款，偏金属的质感，既不容易脏污，也不容易沾指纹以及刮花。接下来再来看到外置的水龙头颜值，美的、京东金灶、安吉尔都是提供了智能触控水龙头，而美家、海尔、史密斯提供了相对基础的机械水龙头，这就得看你喜欢哪一种风格了。当然，不同类型的水龙头设计也会影响到净水器的出水速度、使用性能等等。接下来就来看看这6款净水器里面实际的体验到底怎么样。6款机器安装完毕，我们依次使用了一段时间，并且去记录它们实际体验中的各项数据。在上实测数据之前，我们先来列举一下他们在产品详情页展示的基本数据。那值得一提的是，美的、海尔、京东金灶支持双出水，其中只有美的星河 2.0 提供新矿水、纯净水这2种饮用水双直饮出水模式，而海尔提供常规的出滤的生活净水以及直饮纯水。京东金灶同样是提供生活水和直饮水，其他几款都只能提供纯净水。那在寸土寸金的厨房占据一个水龙头位置的话，单吹水很多时候确实不太够用。那么我们各自启动几款机器，从第15秒流速开始，稳定之后开始记录它们装满这个标准1升2倍的时间。各自记录所需时间，就可以计算出它们各自的稳定出水速度，同时也去顺便监测它们工作时的噪音。实测下来，6款净水器流量均达到标称的流量，标称流速3升每分钟和实测相差不大。标称数值比较小的美的、京东金灶、史密斯实测流速也是相当不错的，甚至美的的流速可以达到标称的 123%， 出水也是相当稳定。所以这几款在日常使用中接水通畅表现是不用担心。另外，噪音测试下，标称低噪运行的小米噪音最高，美的、京东金灶差不多，即使是贴近机身工作时，噪音仍然是比较小的。不过几款差值不大，最大噪音分贝值约等于正常交流分贝，日常使用基本不会影响。何况真正使用的情况下，还会关上柜门阻隔噪音。因为安装位置相同，水源基本没区别，所以我们也可以去简单测试一下这几台净水器的大致的脱盐率。净水器反渗透膜的脱盐率是指 RO 膜对水中溶解性的固体的去除效率，可以通过 TDS 值去估算。 TDS 值大小代表水中总溶解性物质的浓度，不能直接代表水质好坏，但是可以反映绝大多数水中有害重金属离子浓度的大小，因此也可以去用来衡量净水器水质软化后的水的纯净度。那国家直饮水的 TDS 值标准根据最新的 GB 5749-202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规定，直饮水的 TDS 值标准应小于450 ppm， 一般纯净水的 TDS 值在9 ppm 以下，山泉水、矿化水在10到60 ppm。虽然除了史密斯，其他5款净水器进水后的 TDS 值在智显水龙头屏幕上都有标注，但是我们仍然去使用第三方 TDS 比来测量。净化前我们测的实验地点 TDS 值平均为172，经过水质净化后，同一水源几乎是相同的时间段内，不知道出现什么原因，6款净水器里面海尔纯水 TDS 值是偏高的，脱盐率约为 88.95%， 其余5款直饮水 TDS 值均在9 ppm 以下。那根据公式大致可以算出脱盐率均在 95% 以上，净化后的纯水纯净度较高。那接下来就来到最核心的部分了，几个净水器的滤芯。按照惯例，在拆解之前，我们先去罗列一下它们的基本信息。
那可以看到各家的滤芯价格以及更换周期浮动还是比较大的。打开面板我们可以看到各家滤芯大小不一，有的是双核配置，看起来很牛，那实际内里装了什么呢？那么接下来就对他们的滤芯进行残忍的破坏性拆解，看看他们的滤芯用料如何，是不是真的物有所值。首先看到前置滤芯，拆开外壳后可以看到基本是 PP 棉包裹的活性炭的结构。不得不说，京东金造的活性炭有点过于蓬松了。小米、海尔是类似的，用的都是折叠 PP 棉包裹高密度的活性炭以及后置碳板。史密斯则是一层层柔软的 PP 棉以及活性炭棉。6款净水器前置滤芯里最重的是美的这一款，看表面看不出这么厚重的用料，那我们详细拆解一下，发现里面构造是 PP 棉加上粉末碳纤维，加上硬度很高的高精度 PP 棉层，再把里面的塑料管切开，居然是被填满了像石头一样硬的碳板。这实实在在的堆料，相较于其他5款前置滤芯里面的中空结构，难怪美的这一款用量是最重的。那我们呢也是咨询了一下客服才发现6款里面也是只有美的这一款是明确告知了前置滤芯的过滤堆料由 PP 棉、粉末碳、碳纤维、高精度 PP 棉、靶向钛、后置活性炭、航空级的抑菌材料共同组成。那我们观察到 PP 棉加活性炭结构基本都能有效去过滤水中泥沙铁锈、有机物、无机物、重金属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，吸附氯气，去除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，达到指引的标准。而其中我们观察不到的靶向钛则是起到定向去除有害物质，保留钙、镁、锌等等对人体有益的矿元素，从而去实现铅矿水的提供。另外一般前置滤芯中还会添加阻垢剂去抑制水垢的形成，但是也有人去担心阻垢剂对人体是有危害的，毕竟净水器阻垢剂的主要成分就和最近315曝光的虾仁保水剂一样，属于磷酸盐材料。虽然阻垢剂中的微量成分几乎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，也少有阻垢剂进入纯水，但是能不添加还是尽量不要添加。那我们呢也是了解到，只有美的这款是宣传无阻垢剂的设计。如果你很在意阻垢剂使用的话，那美的这款是一个不错选择。接下来是我们这期视频的重头戏了，RO 净水器真正的核心 RO 滤芯的拆解，看看谁的用料最实在。那美的、京东金造以及史密斯的 RO 膜是明确的某一品牌，其中京东金造为知名的陶氏膜，以稳定性、耐用性著称。史密斯呢用的是世韩，韩国品牌，性价比比较高，稳定性呢也不错。那美的之前用的是杜邦陶氏，新品的星河 2.0 则是使用了自研的帕斯卡膜。目前市场知名度虽然是没有杜邦陶氏那么高，不过这款的膜 97% 的脱盐率相较于 96% 的陶氏膜稍微高一些，这一点在我们前面的脱盐率测试里面也是有证实的。而海尔的膜片为奥维、沃顿等等混合去使用，难怪脱盐率稍低。层数和有效面积上，RO 膜的过滤有效面积我们大致去估算了胶水粘合的区域面积，海尔的有效面积最大，其次是美的星河 2.0。 但是在层数计算里面，我们发现美的10层是远比客服宣称的8层还要多一些的，以及史密斯的中间层2片粘合有点模棱两可了，勉强算了是达到标称的10层。其余4款不管是属膜片还是属滤网，横着数、竖着数都是没法去达到标称的层数。如果有这一块专业的选手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多多指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对这几款净水器进行进一步的拆解，看看内部设计都有什么差异。6款净水器基本都是一体式的集成水路，内部线路走向都规制的比较好，其中海尔、美的、史密斯可以看得出来，管路接头的水电分离都做得比较好。降噪设计上，其他几款都在管道上围上了厚实的海绵层，史密斯还给水泵单独隔开了一个小空间，并填上了隔音海绵，但是实测下来其实并没有降低更多的噪音，好像区别不是很大。那另外呢，为了避免第一杯水是隔夜水的情况，6款净水器都是有零沉水设计的，像美的、海尔、京东金造这几款都是采用市面上比较普遍的纯水回流方案，停水运行后继续运行一段时间，通过回流电磁阀将过滤后的纯水回流到膜前，自动冲洗滤芯。米家则是比较特别的双膜设计，用水停止之后呢，小的 RO 膜滤芯启动制备纯水，冲洗大 RO 膜滤芯膜前的沉水，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但感觉嘛，像是为了零沉水这瓶醋来包了这一桌饺子。实际的过滤效果好像区别不大，但是滤芯成本反而是有提升了。实测下来，6款净水器都是市面上比较优秀的产品，消费者关心的水质净化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，该有的功能都是比较齐全的。那在这个基础之上，经过我们全面细致的测试，我们为几款净水器给出了我们拆解后的评分。其中美的星河 2.0 是当之无愧的六边形战士，几乎在每一项测试里面它都表现非常出色，拆解后用量也是很扎实的。
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前置滤芯里面，因为需要应付2种不同的饮用水需求，寿命是比较短。京东精造的机体以及换气成本都较低，但是相对的用料会稍显寒酸，尤其是前置滤芯。不过在核心的 RO 膜上没有偷工减料，如果预算较低的话，也可以去优先考虑。那所有测试结果我们都整合成了最终的评分，展示在这一块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暂停查看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